你们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？为什么明明离咱们最近，但却偏偏是他俩最讨厌咱们呢？咱们国家在东亚文化圈里究竟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呢？说出来你可能都不信，在相当一部分老外眼里，都是拿着不同护照的中国人。当然这也不怪人误会，因为无论是地域还是文化，那俩玩意儿跟咱们实在是太接近了。而且不光他俩，甚至包括南边那大小们在内，有一个算一个，都不是讨厌咱们，而是讨厌他们自己不是咱们。你猛一听是不是觉得这帮货这不是有病吗？但细想想，他们有这种畸形心态是再正常不过的啦。咱看跟东亚华夏文化圈类似的欧罗巴文化圈，人家集体认可的老祖宗罗马早就已经活在了欧罗巴人的心中，永垂不朽了。所以欧罗巴大小国家都可以堂而皇之的说老子就是罗马的正统后代。但咱这情况就不一样了，作为华夏文化圈的嫡传子孙，几千年来咱始终全虚全影的立在那儿，这在那帮货看起来可就糟了好心了。他们巴不得咱们趁早消失，这样他们就可以舔着脸去争一争华夏文明所谓的正统继承人了。说的再直白点，他们只想要一个声震宇内的老祖宗，而不是一个满面红光的活爹。但让这帮货破防的是，这个活爹虽然不是没病入膏肓过，可是每次快咽气的时候，总会诞生一位惊才绝艳的人物，让这片土地涅槃重生。更可怕的是，每次重生之后，毫无例外的还都会给他们一人一大屁兜。而且这个活爹不仅拥有完整的历史和璀璨的文化，更有善于记录历史和发扬文化的良好习惯。就你说，面对这么个偷又偷不走，打又打不过，连抄都抄不明白的活爹，你说他们能咋办？也就只能装出一副讨厌你的样，然后背地里面画圈圈了。毕竟谁也不想在自以为很厉害的时候翻开族谱一看，发现自家祖宗始终是隔壁大户人家的下人吧。不过话说回来啊，这就更提醒咱们不能放松警惕了。只有咱妈一直强大，才会让那帮宵小们不敢造次，安生的做咱们的下人，日子久了也就习惯了。最后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，我们的文化历久弥坚。